別看這個男人官至國務院副總理，日子過得還不如普通幹部寬裕。國家按級別發的工資，他分文不取，每天只領1.2塊的伙食補助，始終把自己當大寨的普通社員，戶口一輩子留在農村老家，回村捲起褲腿就下地，跟鄉親們一起掙工分，從沒擺過半點官架子。可誰也沒想到，幹得好好的他，突然主動提出要辭去副總理的職務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按常理說，當上國務院副總理，把農村戶口遷到北京，拿對應級別的工資，都是理所應當的事。可陳永貴偏不，這2樣他一樣都沒要。他的戶口自始至終留在大寨村，從來沒往城裡挪過一步。國家按副總理級別發的工資，他1分錢都沒領過。他的收入很簡單，還是大寨公社的社員，每年在村裡掙工分。山西省每月給他一點補貼，從60元漲到100元。到北京工作後，國家每天再補1.2塊的伙食補助。堂副總理日子過得比很多普通幹部還要節省，不光是收入，連穿着打扮他都沒變過。進了中南海，頭上還是那條洗得發白的白毛巾，身上是对襟布褂，腳下是妻子親手納的布鞋、皮鞋，涼鞋從來不上腳，一身地道的莊稼人打扮，在機關裡格外顯眼。可他穿得坦然自在，半點不覺得別扭。更讓人佩服的是，當了高官他也不坐辦公室，只要一有空他就往基層跑，往田間地头鑽。最惦记的還是大寨的地。每次回村，副總理的架子說放就放，捲起褲腿，拿起鋤頭，跟社員們一起下地幹活，跟當年沒兩樣。他常說，莊稼人騙不了土地，你不親手摸土看苗，坐在办公室裡根本管不好農業。有人覺得他太较真，都到這個位置了，何必這麼苦自己？可陳永貴心裡算得很明白，自己本就是個農民，是黨和鄉親們把自己推到了這個位置。官當得再大，根也在黄土地裡，要是忘了本，白起譜，就對不起腳下的地，也对不起信任自己的人。這份本分不是裝出來的，是刻在骨子裡。事實證明，周總理當初沒有看錯人，他看重的從來不是資歷和文憑，就是這份貼着土地踏實幹事的勁頭。而陳永貴也把農民的本色完完整整地帶進了中南海。1980年9月，陳永貴主動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，重新做回了普通勞動者。晚年的他依舊生活樸素，從田埂上走來，最終又回到了尋常日子裡，一輩子都沒離開農民2個字。一位重病的總理臨終前還在為國家選踏實肯幹的管農人，一個進京的農民身居高位卻一輩子守住本分。2段人生湊在一起，說透了最樸素的道理，心裡裝着老百姓不忘來路的人，才真正擔得起這份信任。想聽更多這樣的時代人物故事，點個關注，進主頁慢慢看。